硫磺藻如何分辨？教你5招，让硫磺藻立马现形。这些宝贵经验要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你是否在买藻时担心买到硫磺藻，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可能藏着化学加工的隐患？硫磺熏制的藻虽然卖相好看，却会残留有害物质，长期食用影响健康。别担心，今天就来分享几个使用辨别的小技巧，让硫磺藻无所遁形。学会这些，轻松避开选购陷阱，守护家人饮食安全。第一，我们看表皮。买红枣时，很多人都会先看表皮，下意识觉得表皮光滑、颜值鲜亮的就是好枣。但你知道吗？这个看似颜值控的挑选习惯，可能会让你踩中硫磺藻的陷阱。经过硫磺熏制的红枣，往往有着不自然的高颜值，表皮异常光滑，褶皱浅平，甚至几乎看不到，颜色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鲜艳红润，就像被刻意美颜过一样。这种过度鲜亮的外表，其实是硫磺熏制过程中二氧化硫与果肉中的色素发生反应的结果，不仅让红枣失去了自然的质感，还可能残留有害物质。真正自然晾晒的红枣，表皮呢会有明显的褶皱纹理，颜色多为暗红色或棕红色，色调均匀但不刺眼，且各与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仔细观察，还可能看到少量自然附着的灰尘、斑点，甚至局部有轻微的干缩痕迹。这些不完美恰恰是原生态的标志。之所以会呈现这种差异，是因为硫磺熏制的主要目的是漂白、防腐和延长保质期，让红枣看起来饱满又干净。但这种人造美貌背后，不仅会破坏红枣本身的营养成分，还可能让残留的二氧化硫在食用后刺激呼吸道，甚至对消化系统造成损伤。下次买枣时，不妨先放下颜控的执念，多留意那些带着自然褶皱、颜色沉稳的红枣，它们或许不够光鲜，却是更安心的选择。第二，挑选红枣时，我们可以撕开一个尝尝味道。被硫磺熏制过的红枣往往藏着难以忽视的异样口感。当牙齿咬破果肉的瞬间，首先感受到的可能不是自然的甜润，而是一丝若有若无的酸味，像是未成熟果实的青涩感，却又多了几分刺激性。细细品味，还能察觉到一股淡淡的酸腐味，仿佛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气息。这种味道并非来自红枣本身的糖分发酵，而是硫磺熏蒸过后残留的二氧化硫与果肉反应生成的亚硫酸盐在作祟。优质的自然晾晒红枣，果肉质地紧实饱满，咬下时能感受到柔润的嚼劲。第一口是浓郁的甜香在舌尖散开，甜度醇厚而不齁腻，细细咀嚼还能品出一丝淡淡的枣香回甘，没有任何杂质干扰。第三，看果肉，颜色不均是天然标志。拿到红枣后，轻轻掰开观察内部，自然红枣果肉颜色多为暗黄色或浅棕色，且颜色分布不均，靠近果核处颜色略深，外层果肉稍浅，呈现出自然的过渡感。这种色差源于红枣在生长和晾晒过程中受光不均，是原生态的体现。而硫磺枣果肉颜色异常洁白均匀，甚至呈现出不自然的惨白或亮黄色，这是因为硫磺熏蒸会破坏果肉的天然色素，使其褪色发白，看似干净，实则可能残留有害化学物质。4. 闻气味，拒绝刺鼻，留自然香。辨别硫磺枣，嗅觉同样重要。自然红枣掰开后凑近鼻尖，能闻到一股浓郁温暖的枣香味，类似晒干的果脯香气，清新自然，没有任何杂味，含有丰富的挥发性醛类、酮类等化合物，是新鲜度和品质的象征。而硫磺枣靠近时可能会闻到若有若无的刺鼻气味，类似火柴燃烧后的硫磺味，
或酸酸的化学气息，甚至掩盖了本该有的枣香。这是残留的二氧化硅挥发所致，气味越明显，硫磺熏蒸的可能性越大。若以上方法您不能直观地感受到，别急，还有一大招泡水观察法，关键时刻能帮你精准避雷。5. 泡水对比，如果对前几招判断仍存疑虑，不妨用这个终极验证法。操作步骤：先准备样品，取2把红枣，1把怀疑为硫磺枣，1把确保为自然晾晒枣。经过剪裁后，分别放入干净的容器中，然后向2碗中倒入等量的刚烧开的沸水，水量以完全没过红枣为宜，然后静置5分钟，对比2碗水的颜色和红枣的状态。现在我们来看看2碗水颜色深浅不一，您觉得哪一碗是硫磺枣呢？评论区打出来。现在我来揭秘，先看硫磺枣，水色呢可能快速变深，呈现异常的亮黄色或橙红色，甚至带有浑浊感。这是由于硫磺熏蒸破坏了果肉色素结构，使其在热水中快速分解褪色，同时残留的化学物质可能与水反应产生杂质。而自然红枣水色呈现棕黄色或淡黄色，颜色清淡通透，无明显浑浊，这是因为天然色素较稳定，需经长时间高温才会大量溶出。原理解析：硫磺枣在熏制过程中，二氧化硫会与果肉中的天然色素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其结构断裂，颜色褪去。当遇到热水时，被破坏的色素分子更容易溶解于水，导致水色异常加深。而自然红枣的色素因结构完整，溶出速度较慢。此外，硫磺枣的果肉组织因化学侵蚀而更易腐烂，浸泡后形态变化更明显。掌握这5招，轻松告别挑枣焦虑。选购时多观察，多对比，拒绝颜值陷阱，让每一颗红枣都吃得健康又安心。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您有更实用的辨别妙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也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这些生活小技巧帮助更多的人。正如玫瑰手有余香，期待下次继续和您探索更多的生活小窍门。我是瑶瑶，我们下期再见。